兜圈子了。妈弄脏了我一件大牌裙子，她说没钱赔，你们把钱赔给我，让把她接走吧。不就衣服上沾点油嘛，洗洗不就好了？咱之前都说好了，妈一家照顾1个月，这才刚月初，凭什么让我们把妈接走呀？你能听懂什么是大牌吗？这衣服4、5千呢，她说弄脏就弄脏了，这能洗掉吗？还一股味儿，天天毛手毛脚的。再让她住下去，我不知道损失多少东西呢。我丑话可说前面，你们不把她领走，我们家可没地方住。怎么就没地方住？你们家3室1厅呢，你们住1间，孩子住1间，还有1间呢。我还养了只小狗呢，他妈睡屋里，那狗狗只能睡客厅啦，多可怜呀！再说了，妈身上这股味儿，比我们家狗的味儿都大，我可受不了。你，阿成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为了一只狗，把咱妈扫地出门？哎呀，这白菜就是心疼小狗没地方睡嘛，妈还总做错事儿，惹白菜生气。这么贵的衣服，她今天往上面倒菜汤，这不诚心让我们撵她？我真不是诚心的。白菜平时都没怎么进过厨房，谁知道那天怎么突然就站在我身后？我正端菜呢，就这么一转身，你这意思还赖我了是吧？我把房间留给狗狗，是因为我有爱心。那咱妈不在我这儿住，还能去你那儿住？那小狗离了我们就是流浪狗了呀！你们给狗留房间，却把自己的亲妈赶出门，人不孝其亲，不如禽以兽，还有爱心？我看你们根本就没有心。妈，走，去我们那儿住，我们给你养了。不行，妈对我们兄弟2个没有半点偏心，凭什么到了伺候妈的时候就跟你没有半点关系？想让妈跟我们走可以，但是你以后每个月必须给妈500块钱的养老钱。不是哥，我就一公司小职员，养活这一家子已经够困难了，哪还有多余的钱掏出来？就是500块钱够我买多少狗粮啊？阿成，咱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就是为了到自己老的这一天，让你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被你们说的连狗都不如吗？这养狗1个月的开销怎么也得上千块吧？结果到了生你养你的母亲，你却如此吝啬这500块钱，连狗都知道要对养它的人摇尾巴示好，你生而为人却如此对待辛苦养大自己的母亲，乌鸦反哺，羊羔跪乳。人要是没有孝心，跟阿猫阿狗有什么分别？咱妈当初就不该把你养大，她就该养条狗。今天就算你们不说，我也会把妈接走的。毕竟妈操劳了大半辈子，是为了享清福的，而不是为了在这儿伺候3个畜生。行，你骂谁呢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不是搬新家了吗？妈想来看看，顺便给你们带点自己种的红薯。哎，妈来了，我还说过2天去接您呢，快进来坐，我去给您倒杯茶啊。妈，这城里啥都有，以后再来呀，别拎着土疙瘩了。哎，是啊，我儿子有出息了，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了，肯定不缺这些。那是，这附近就是商场，楼下就是地铁口。您以后没事了呀，可以经常来玩，跟您儿子不用客气。儿子啊，其实我今天不是来玩的，是有事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你也知道，老家的房子后墙裂了道缝，这夏天还能勉强着凑合住，可一到冬天，冷风嗖嗖的往里灌，所以妈想能不能在你这借住一段时间？那不行，我这新房刚装修好，屋里东西一个比一个贵，你要给我弄脏弄坏了怎么办啊？你刚不是还说妈可以经常来的吗？那是让你当客人来家做客的，你不能把自己当主人直接搬进来住呀。淘淘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客人主人的呀？妈和咱们是一家人。妈，您以后就住这儿，这儿就是您的家，您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什么？你还真打算让妈住咱的新房子呀？对呀，我当时选择4居室，就是希望能把妈从老家接过来。这不，连妈过冬的衣服都准备好了。来，妈，您去试试，看看喜欢不喜欢。看着是不错，就是妈来咱家住这事儿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虽说孝顺老人是做子女的义务，但我又不是独生子，这锅不能让我一个人背啊！我还有哥，还有弟弟妹妹，妈怎么不去他们那儿住，偏偏来我这儿住呀？我也太吃亏了吧！这有什么好亏的？自己孝自己得。
我们能天天跟妈在一起，他们不能，吃亏的应该是他们才对。那要住也行，妈，我这房子买的时候可贵了，而且是豪华装修，你住都住了，这房租多少得交一下吧？房租？你想让妈交多少？都一家人也不多要，你不是地里还有收成吗？随便一个月给个1、2千，意思一下就行。行，你要房租是吧？那先把你欠妈的10个月房租钱和这么多年的抚养费还给她吧。说什么呢你？她住我新房子里，我欠她什么房租呀？这里，就是这里。妈10月怀才生下你，你在她肚子里住着，交过房租吗？妈抚养你这么多年的抚养费，你还得起吗？妈之前怕给你添麻烦，宁愿在乡下住着破房子，吃糠咽菜，都不愿意跟你伸手。这次实在是熬不住了，才来向你求助的。你竟然恬不知耻地问妈要房租！你说你的房子贵，怕妈给你弄坏了，不愿意让妈住是吧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不是妈给了你这条生命，呕心沥血，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你连住这个房子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记住，咱妈从来都不欠你什么，但你欠妈的这10个月房租，你这辈子都还不完。豆豆，你朋友来了。朋友，愣着干嘛？拿走啊！水水，这是我。哎呀，豆豆，你们家这找保姆的眼光可不太行呀！这一看就是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没一点眼力劲儿。这不是我们保姆，这是我妈。你妈？我又不是没见过阿姨，阿姨也不长这样啊。淘淘的妈妈。不好意思啊，乡下来的不会打扮，让你朋友见笑了。你们坐，我给你们倒水。你婆婆你还叫妈叫的那么亲，我对我们家那老太婆可叫不出口。这次来就是来给你吐槽这事儿的。你看，我们家那老太婆笨手笨脚的，刚买的新衣服就给我蹭了片油，让她洗她又洗不掉。我说她肯定是贪小便宜，买到了假洗液吧，她还不服，非要给我看账单。好家伙，不看不知道。2瓶洗衣液就100多，拿着我老公出的生活费就这么挥霍，肉没搁他身上，他可是不知道疼呢。来，喝水。妈，我记得冰箱里还有袋水果，你帮我们切了吧。那袋水果，还是让淘淘吃吧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等一下。真是跟我婆婆一个样，什么好东西都想着自己儿子。我看你婆婆也挺不容易的。钱花少了，你说她贪小便宜；钱花多了吧，你又说她乱花钱。所以咱们当儿媳的才更要时刻监控着婆婆的消费啊，可不能当冤大头。哎，那是你婆婆手机吧？我帮你查一下她的消费记录。哎，不用，你不查怎么知道她平时把钱都花哪儿了呀？还用查吗？我跟我妈朝夕相处，看她的打扮就知道了。一身衣服穿烂了都不舍得买新的，倒是经常给我们买衣服，给家里添物件。还专挑好的买。你这一口一个妈的叫的也太亲了，又不是你亲嘛，平时面子上过得去就得了。其实刚开始嫁过来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叫着别扭。但凡我婆婆对我有一点点的不好，可能这个妈也不会叫得这么亲吧。我能开口叫婆婆叫妈，而且叫得很亲，那是因为她在一天天一件件事儿中温暖着我的心。她会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亲手为我们缝床单被罩。在孩子闹觉的时候，舍弃自己的睡眠来帮我哄孩子，为了让家里人吃上健康的蔬菜，想方设法的自己种。你说这样的好婆婆，我的心就算是个石头，也该被五化了吧？她拿我当亲闺女一样对待，我又怎么能不心悦诚服的叫上一声妈呢？得了吧，她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，怎么会把水果留给自己儿子，不肯给你吃呢？豆豆，我看那冰箱里的水果放了挺久了，还是让淘淘吃吧。这是上回你大姨从南方寄过来的，说是好水果。正好你朋友来了，你们快尝尝好不好吃。谢谢妈。